弟弟约我潜水时出了意外，我用尽全力将他拖上船，所有人都围着受到惊吓的他安慰。我挣扎着呼救，妈妈却满脸厌恶，不用管他，哪有淹死的潜水员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对弟弟好。绝望的我被浪潮吞噬，葬身大海。我死了，死在无边的大海里，附近只有一个施舍一般留下的游泳圈。我死后的1个小时，灵魂却被拘在了妈妈身边。我晃荡在病房里，看着妈妈焦急地坐在病床旁，握着弟弟的手，双目赤红。爸爸来回踱步，脸上满是怒意。终于齐豫醒了，他睁开睡足的眸子，却做出一副虚弱的模样。儿啊，可算醒了，担心死妈妈了。妈妈顿时惊喜万分，眼中激动含泪。齐凡就是个大祸害，非要把你害死他才开心。爸爸似乎是刚刚怕吵到齐豫憋久了，见他醒了，立马大声咒骂我：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齐豫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几分懂事，立马便让爸妈更心疼了。这时去帮齐豫切水果的妹妹也回来了，她将果盘轻轻地往齐豫身旁的柜子上一放，然后皱眉分析道：齐凡不会是故意想害哥哥的吧？他可是潜水员，明明哥哥准备都做好了，为什么还会出意外？我怀疑是齐凡做的手脚，毕竟他一直都嫉恨哥哥。随着妹妹的分析，我看见爸妈脸上怒意越来越浓，小畜生不敢来见我们，肯定是他干的，我这就去把他送到警察局。爸爸立马就相信了妹妹的推测，我可怜的儿子啊，差点被那个丧良心的害死了。妈妈越想越怕，立马扑上去抱住齐豫，大声哭喊。我飘在一旁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爸妈，在你们心里我竟如此不堪，哥哥怎会这样？但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齐豫先是故作震惊，随后低头嗫嚅，看似是为我说话，实际却将罪名死死地定在了我身上。这是他一贯的作风，他向来喜欢将自己放在被欺负的位置上，引得所有人都认为我是那个霸凌者。爸爸当即就要打电话报警，齐豫却按住他的手：爸爸，我们家的事还是不要闹出去吧，毕竟哥哥能找到这个工作也不容易。听到齐豫一番言论，爸妈心中更是痛恨我，同时看他的眼神也愈发温和。除了我，没人注意到齐豫眼底的得意。你呀你，他都要害死你了，你还护着他呢。妈妈恨铁不成钢的地点了点他的头，看向他的眼里全是宠溺。小玉总是这样替别人着想，他哥要是有他一半好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生分。爸爸摸了摸齐豫的头，脸上是从未对我展露过的温情。妈妈闻言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，冷哼一声：齐凡，他天生就是个坏种。他眼中的厌恶几乎快凝为实体，将我的灵魂射了个对穿，心里一阵阵钝痛。明明我已经死了，但为什么还是感觉喘不过气？齐豫伤得不重，当晚就被爸妈扶回了家，一家4口，路灯昏黄，分外和谐。我不想跟着他们，但似乎有根绳子将我拴在妈妈身旁，我无法离开。妈妈熬了粥，一勺一勺的喂给缩在沙发上玩游戏的齐豫，妹妹凑在附近看她的操作，聚精会神，不时发出惊叹。爸爸看起来粗鲁，但实际很喜欢做家务，他正在熨烫齐豫的衣服，将它们整齐地收进衣柜。没人发现我死了，没有我，他们很幸福。我将自己藏在离他们最远的角落，这个我长大的地方，此刻却令我陌生。我看见妈妈忽然皱起了眉，像是想到什么一样，将碗放在了桌上。她掏出手机，随即啧了一声，将手机狠狠摔到沙发上。怎么了？妹妹疑惑于妈妈的举动，探头询问。你自己看吧。妈妈翻了个白眼，脸上满是厌恶。妹妹拿起妈妈的手机，不多时，脸上也染上一层怒意。齐凡也太恶心了，不说生活费了，现在连该还给妈妈的钱都不还了。她眉头一皱，愤恨地抿唇。齐豫和爸爸也听到了动静，全部围了过来。我看见爸爸脸上青筋暴起，眉眼间满是狠戾。怎么，那小兔崽子还等你开口找他要吗？啊，我还等着钱换新手机呢。齐豫委委屈屈地开口，妈妈立马握住他的手轻拍安抚。我站在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只感觉自己活像个阴沟里的老鼠。他们说的是1年前，我为了学潜水找妈妈借的钱。当时出去打工，刚开始工资不高，每个月给家里上交完生活费后，只剩下2000块钱。后来我了解到了救生员，便拿出这半年多攒下的钱，想去交学费。我碰到了好心人，他说我可像他那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儿子，他低价将多余的装备出给了我，可还是不够，学费太贵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去找妈妈借点。妈妈不同意，她骂了我很久，说我不懂事，说养我不如养条狗。我本是个脸皮薄的人，但那次却分外坚持。我忍着泪意，缠着她说了好久学完潜水的好处。后来在我承诺开始赚钱后双倍还给她，并且每个月往家里打的生活费再加1000后，她才勉强答应。我当时只是觉得家中经济不容乐观，所以一心想着快点学会，早点赚钱还给妈妈。跟着前辈学习的时候，我永远是最积极的，晕船、晕浪、呛水，不会减压，导致耳朵疼得厉害，这些我都咬牙硬抗，每次练完都累得像条狗一样，弓着腰吐一地。教练让我不要这么拼，可以慢慢来，但我知道我不可以慢下来，
我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学会，然后开始赚钱还债。终于，我能接单了，我有工资了。我开心地将承诺的钱汇给妈妈。第2天，就在奇遇的朋友圈看见他晒出的索尼相机与聊天记录，宝贝儿子加油，妈妈永远支持你的爱好。配文：18岁全款拿下2万元相机，全靠世上最好的妈妈。那天教学后，我在水里待了很久，上岸后鼻子耳朵都渗出了血。我用近乎自虐的方法去平衡心中的苦痛，不理会我为了生存而发出的哀求，却轻易满足奇遇为了爱好的撒娇。妈妈，当我低潜在漆黑的大海中时，你可曾为我担忧过哪怕1秒？后来我还是按时打款，尽管借的钱早已还完，我总是想，是不是我多付出一点，妈妈就能多看我一眼呢？事实证明，不是的。爸爸拨通了我的电话，无人接听，我的手机应该还在那艘船上吧？他接连打了很多个，都没有结果。我看着他的脸色逐渐从平和变得暴躁，这种人就是天生没良心。最后，他合上了手机，对我的品性又一次下了定义。我试图从爸妈脸上找出一丝对我的关心，可是没有。我的失联只能是赌气，只能是不孝顺，只能是生性凉薄。没有任何人想到，那么一个小小的游泳圈该如何去承载一条人命，他就不该出生。妈妈的眼睛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我靠着墙壁，感觉心像是被扯开了一道口子般。6月的天却似有寒风呼啸，刮得我生疼。假期结束了，第2天，爸妈一起去送奇遇上学。奇遇高考考的一般，在省内1所2本，虽然离家不近，但只要他想回家，爸妈都会立马开车去接他。我没有上大学，因为当年姥姥生病了，需要医疗费，家里无力负担2个大学生。姥姥是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，我自愿放弃了入学机会。尽管我成绩比奇遇好很多，以后还可以再考，但命只有一条。我当时这样宽慰自己。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。出门上班那天，爸妈都不在家，奇遇窝在沙发里，吃着妈妈走之前为他洗好的水果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齐凡，成绩比我好又怎样？还不是只能高中毕业去做苦力，真可怜呢。得知了我的工作地点后，奇遇不止一次不经意路过，隔着围墙，他撑着伞，拿着冰翼，就站在不远处，看我被工头责骂，看我汗如雨下，他就勾唇看着，一脸纯真。爸妈在给奇遇收拾行李，每次去学校，他们都会为他带足必需品、零食、洗护、整理好的衣服，整整2个大箱子，里面全是来自家人的沉甸甸的爱。我搬出去住后，房间就变成了奇遇的游戏房，里面装上了高配置的电脑和游戏机，我舍不得买的卡带，在这个房间内随意的被散在角落。我东西本就不多，在我离开后全都被他们扔了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好像从未存在过一般。奇遇大喇喇的坐在后座，爸爸开着车，妈妈喋喋不休念叨着，说他身体不好，在学校要注意点，不要生病了，他会心疼的。奇遇玩着手机，漫不经心的应着。奇遇的脸和我很像，但一个单纯不谙世事，一个却饱经风霜。我和奇遇其实是双生胎，当时出生的时候，他脐带绕颈，整个人又瘦又小，刚面试就被送进了保温箱。和他的虚弱不同，我的哭声嘹亮，体格健壮，但因为我太健壮了，体型过大，导致妈妈生我的时候差点大出血，也是因为我的挡道，奇遇差点窒息而亡。后来听其他的亲戚说，我在肚子里就喜欢欺负弟弟，是我用脐带缠绕他，不想让他出生，是我故意抢夺他的营养。他们说我啊，天生就是个坏种，因为我坏，所以没人喜欢我。他们讨论这些的时候，从不避讳着我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再普通不过的茶余饭后的八卦，却让我那位年仅7岁的小孩连做了1个月的噩梦。我觉得自己好坏，自己好差劲，难怪他们都不喜欢我，是我差点害死弟弟和妈妈，我是罪人。我愈发讨好他们，在家里对妈妈言听计从，什么事情都抢着做，从来不敢惹她皱一下眉。在学校里，我无微不至伺候奇遇，帮他写作业、买东西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随叫随到，他的黑锅全部扔给我扛。打架斗殴、扯女孩内衣、挑衅高年级，仗着一样的脸，他将过错全部推给我，然后在老师面前表现得乖巧纯良。爸妈每被叫去学校一次，回家都会打我一次，打到手臂粗的棍子断裂3根，打到我身上满是红痕。你怎么不能学学你弟弟？你看看奇遇，再看看你，别给我惹事，贱骨头，身上很疼很疼。我忍不住告诉他们真相，他们却说你真恶心啊，做错了事还想陷害弟弟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的辩解只会带来更多的毒打，偏见早已在他们心头成为一座大山。后来我听见奇遇跟隔壁帮我暗恋的小姑娘说，齐凡啊，就是我养的一条狗罢了，你怎么会喜欢它？思及此处，我低头自嘲，我以为我对他们好就可以弥补一切，现在方知有些人哪怕努力一生，也逃不过被厌恶被伤害的命运。哪怕我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就像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他们单纯的儿子、善良的哥哥在潜水的时候究竟做了什么。
真相早已随着我的尸体沉入了大海，将齐豫送进了学校。爸妈俩人坐在车里，沉默无言。忽然电话响了起来，妈妈开了外放：“妮儿啊，小凡最近怎么样了？”是姥姥。熟悉的声音让我差点落下泪来，心中一阵酸楚。还是有人在乎我的，我不是没人爱的小孩，他能怎么？妈，你真是的，你也不问问小玉身体怎么样了？妈妈皱眉，大声回话道：“在他心中，齐豫永远都需要关心与呵护，他永远是他的第一顺位。”姥姥没有说话，妈妈继续抱怨：“小玉被齐凡带着去潜水，差点淹死了，在医院待了半天才缓过来。我看齐凡就是诚心想害死小玉，当初逛庙会也是他，非要带着弟弟出去玩，差点让小玉被人贩子拐跑了。你说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？我都不敢信这么恶毒的人是我生的。”妈妈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样，一句一句地控诉着我的不堪。可是不是的，妈妈，我解释过很多遍了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年逛庙会是齐豫和别人约好了出去玩，非要让我带他去。我说了人太多，但他一直求我。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见弟弟这样，我便去了。没想到，等我的却是一个陷阱。我拉着弟弟逃跑，风呼啸着，摩托车发出轰鸣，我拽着弟弟往山野跑，他却猛然一推，将我推向那个戴着头盔、捂得严严实实的人。我被那人抓住，在地上拖行。我看见因为惯性摔倒在地上的弟弟，冲我勾起了嘴角。好在路边有个大爷认识我，他带着的2只狗扑到了摩托车，这才救下了我。回家后，弟弟却说我故意带他出门，还将他扔到街上，差点被人贩子拐走。他挽起裤腿，露出被树枝曾破的小腿，一双眼睛里满是对我的控诉与委屈。爸妈立马暴怒，将我关进了储物室。不管我如何解释拍门，如果声泪俱下，他们都没打开门哪怕一丝缝隙。3天没让我喝一口水，我当时真怕，差点被抓走的恐惧裹挟着我。我缩在墙角抖了好久。我听着门外爸妈温声细语的替齐豫处理伤口，身上大片的擦伤发出细密的疼痛，像蚂蚁般啃咬着我的内心。那一天我就知道了，不被爱的小孩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，父爱母爱从来不属于我。我现在都记得，后来齐豫对我说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不被爱的小孩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够了，小凡也是你的儿子。”姥姥的斥责声从听筒内传来。我了解小凡，他是个好孩子。姥姥的声音苍老、虚弱却坚定。他不管多忙，都会每天给我打电话。他已经3天没给我打电话了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。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我飘在车里，苦涩溢满了胸膛。姥姥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姥姥，我好想你。妈妈被姥姥一吼，我也有些怔愣，过了好半晌才缓过来。他能有什么事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摸了摸鼻子，表现得有些不自在。算了，问你们，我还不如自己去看看。姥姥挂断了电话，车内又陷入了安静。老齐，你说齐凡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良久，妈妈才开口：“别瞎操心，我出事他都不会出事，他不把小玉害死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自己会死？”爸爸没好气地说：“当时离海岸不远，他又是潜水员，我们还留了游泳圈给他，他肯定没事。”妈妈很快说服了自己，她表情平静，打开手机翻到了和我的对话框，往上滑了几下，除了转账记录，便是我偶尔拍给他的一些海景与水下景色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蓝环章鱼，有剧毒。妈妈，你看这个鱼好丑。妈妈，今天的落日好漂亮。妈妈，我有点想你。上班后我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，不是因为假少，而是每次我想回家都会碰到爸妈有事。很巧合，很偶然，在这次潜水前，我已经将近半年没回家了。当齐豫告诉我他带着爸妈来工作的地方看看时，我是很激动的。我知道这种心态很贱，我也想远离他们，想逃脱童年的枷锁。我享受潜水，水下寂静无声，在那个蓝色的世界里，我们都是孤独的。我看海，看浪花，看日升月落。我想重新再来，我想世上总会有爱在等我。但在某些瞬间，当鸟归巢，当春雨簌簌，当黄昏浸染，我总会愣住。万家灯火终究没有属于我的一盏，人人都有家，但我没有。我也尝试过，我在母亲节亲手折了99只千纸鹤，我垫着脚，学着妈妈的样子煮了一大碗鸡蛋面。我满怀期待给刚下班的妈妈奉上一切，妈妈肯定会夸我吧。我喜滋滋地想着，我满怀期待地抬头看着她，讨好地将手上的东西往上凑了凑，冷冷的眼神扫过，甚至没看我手上的东西一眼。滚，别烦我！我呆愣在原地，听到声响从房间里出来的齐豫撞开我的肩膀，欢快地扑进妈妈怀里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妈！她的声音稚嫩又纯洁。妈妈将她抱起，在她脸上大大的亲了一口。谢谢宝贝儿子，小子真乖。许是刚刚齐豫太用力了，我心中一颤，碗直接摔落在地上，瓷片、面条、汤汁溅落一地，杂乱且肮脏。那天直到深夜，我都还在卫生间洗着被油水弄脏的沙发布，水落在布面上，又反溅到我眼中，涩涩的，分不清是泪还是水花。人终将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，
我仍然习惯性的给妈妈分享生活，但已经不期待回应了。你人呢？给我死回来！今天不回话，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妈。妈妈低头在屏幕上敲敲打打，最终发出了这2条消息，也是我这个月收到的她唯一消息。我沉默地坐在她旁边，我回不来了，妈妈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的死应该正合你意吧？我死后第10天，砰砰砰，门被大力的敲响了。午睡刚醒的妈妈睁着迷蒙的睡眼去开门，啪，重重的巴掌扇在妈妈脸上，直将她扇得头偏向一边。看清来人后，妈妈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妈，你发什么神经？”妈妈的声音惊动了家里所有人，爸爸妹妹全部走到客厅。老人拄着拐杖，身形佝偻，眼皮下垂的眸子里泛着晶莹的泪花。姥姥，你干啥呢？妹妹立马去扶住妈妈，大声吼道：“妈，你忽然上门打小梅干啥呀？”爸爸也上前挡在妈妈身前。姥姥抬起手指着他们：“你们，她的手指不住的颤抖，声音哽咽：“你们好狠的心啊！”花白的头发垂在眼角，姥姥大口的喘着气，胸膛不住起伏，她双目猩红，神情悲痛欲绝。“我们怎么了？”妈妈开口，一脸困惑。你们害死了小凡，你们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全是杀人凶手！”姥姥的声音惊扰了邻居，不少人探出头来听动静。爸妈一时面子上挂不住，立马想将姥姥拽进屋子里，姥姥却死死地站在原地，一步也不肯挪动。“我不进去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们是杀人凶手！”姥姥声音抖动着，她盯着面前的一群人，神色悲怆。“什么呀？妈，不要开玩笑了！”妈妈皱眉冷声：“齐凡命硬着呢，他把我们都克死，自己也不会死的。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玩意儿？你不配当妈！”姥姥气急，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。我飘在一边，焦急万分，想去搀扶，灵魂却直接穿过她的身体，空荡荡的触感。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是真的阴阳两隔了。这时电话来了，是派出所打来的。再次看见齐豫，是在派出所，他被关在拘留室中，一见到来人，便立马冲了上来，紧抓栏杆的手骨节泛白：“爸妈，救我啊！我是冤枉的！”栏杆中间的脸颓废萎靡，黑眼圈，胡茬不复往日的白嫩。“张警官，怎么回事？我儿子怎么被关住了？”妈妈一见齐豫这个模样，立马心疼坏了，忙抓张警官的袖子询问。张警官却不着痕迹地抽出手，眼底隐约闪过一丝厌恶。已经 DNA 比对确认了，死者却为齐凡。一名女警察拿着资料上前，递给之前张警官。什么？熟悉的名字传到爸妈耳中，妈妈身子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我飘在一旁，只觉得好笑。快半个月了，得到这个消息很惊讶吗？什么死者？妈妈瞪大了眼睛，声音尖而凄厉。爸爸也喃喃地正在原地。齐凡死了，对，你们的儿子齐凡。张警官静静地看着他们，似乎想在他们脸上看出什么。女警察拿出了一叠照片，递给爸妈。照片里是我的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，尸体在水中泡久了，已经呈现巨人观的状态，浮肿白烂，已经看不清容颜，潜水服破碎的挂在身上，几乎遮不住什么。哦，妈妈拿到照片，扶着强止不住的干呕，眼泪和酸水横流。爸爸接过照片，双手颤抖。小凡，我环手看着他们的反应，心中泛不起一丝波澜。他们的想法不能再牵动我半点了。我觉得你们需要看看这个。张警官这时又打开了大屏幕，里面是一段监控，监控里是我们的工作间，也是平时放置设备的地方。监控里可以看见我正在哼着歌整理2套潜水服与设备，仔细检查，然后收好放在一边。我走后关好了门，之后却溜进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齐豫。他偷偷摸摸的四处打量，确认没人后，将其中一套水费进行了替换。经调查，齐豫在事发前1周于二手市场找人买了个有故障的水费，想来便是这一套吧。张警官的话语监控画面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妈妈不可置信地后退几步，摔坐在地上，她盯着屏幕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我低头沉思，当时齐豫被海草缠住，我去救他，结果他过于紧张，死死地抱住我，让我手足无措。我一直以为他设计于此，想通过挣扎使我的水费出问题，没想到他比我想象的更加恶毒。抬眼看向齐豫，只见他双目正愣，嘴巴微张，额头布着一层薄汗。我没有。他的声音干哑，寂静无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妈转头看着他，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眼神，是疑惑，是怨念，是愤恨。齐豫僵了一瞬，他该死。齐豫盯着妈妈，面容扭曲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从小就要忍受病痛折磨？凭什么他要比我成绩好？我恨他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就是独子。可现在呢？家产甚至都要分他一半。凭什么？甚至他高中毕业都能混得不错，我不甘心。他过得越好，我就越恨他。这么多年，齐豫第一次在爸妈面前卸下伪装，昔日的小白兔形象不见了，
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嘴脸。他额间青筋暴露，脸红脖子粗。我们对你不好吗？妈妈悠悠的声音传来。好，你爱就是好吗？齐豫脸上露出自嘲的笑。自始至终，我要什么，你们就给什么。但这真的是为我好吗？齐豫一张脸变得诡异而阴郁。因为你们的纵容，我才会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。爸妈都不说话了，似乎他们也不理解，为什么自己细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会反过来怨他们。我站在一旁，好整以暇。齐豫这个人，惯会的就是将自己的错推到别人身上。从前是我，现在我没了，他就开始怪爸妈。反正他是不会有错的，我可以去齐凡的住所看看吗？妈妈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一双眸子空洞而冰冷。张警官不置可否，出去工作2年了。这时爸妈第一次踏足我的住所，潮湿逼仄。我住在一个半地下室，因为这里租金最便宜，我可以攒钱交给家里，攒着为以后的求学。是的，我还梦想着回到校园呢，可惜现在回不去了。我浮空摸了摸那些课本，心头堵堵的。爸爸坐在椅子上，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妈妈四处抹撒着，细细地看着一切。老齐，这里好冷啊。抬头是高高的窗户，阳光照不进来半点，一股霉味充盈着四处。老齐，小凡在这里住了2年。妈妈四处打量，一张床，一个椅子，一个桌子，一个箱子当衣柜。是啊，这里和家里比，真的差了好多好多啊。可是这里不会有人冤枉我，不会有人陷害我。我看着妈妈打开了那个玻璃瓶，里面是我曾经送给她但从未被看到过的千纸鹤。拿出展开99支，写进了一个孩子对妈妈最真诚的祝愿，也诉尽了他心头的委屈与冤枉。看着他从一脸平静到扶着桌子泣不成声，没想到在我死后，这些冤假错案还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可是妈妈，我现在不需要了，我无法替年少的我去原谅这一切，因为他曾经真真切切的痛过哭过。他们收拾了我的遗物，不多，2个箱子都没装满，装进车里，空荡荡的。妈妈，哥哥没事吧？到家后，妹妹着急地抓住妈妈的手，大大的眼睛里全是担忧。哪个哥哥？妈妈神色淡淡，自然是齐豫哥哥。妹妹声音异叶，低声道：他杀人了。妈妈说罢就不再理会他。妈妈去了游戏房，面无表情地将电脑、游戏机等等全部扫落在地。巨大的破碎声传来，妹妹伏在门边，欲言又止。妈妈，齐豫哥哥回来会生气的。最终他还是看不下去，出声阻止道。妈妈什么话也没说，只将门狠狠一甩，关了个震天响。她沉默着，一点点将齐豫的东西挪走，将我的东西装填。她细细地擦过我所有的物品，扫去一切灰尘。我坐在窗边，歪头看着她。现在做这些又给谁看呢？为了自己心里好受吗？不知道是不是灵魂在外逗留久了，最近几乎感受不到悲伤。看着他们在我死后才开始惺惺作态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妈妈为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下面那群人，那群说是坏种的人，此刻却做出情真意切的惋惜神态。肃穆的黑色下，一束束花堆在了我的墓前，我只飘到姥姥身旁。这里只有她爱过我，我好想再跟她说一句话，好想再抱抱她。我想我是个坏孩子，姥姥还没享到我的福，我就先让她流泪了。妈妈站在台上说了很多，昔日的桩桩件件，她都翻出来说了又说。她为我澄清了事实，她说：你们以后谁再说我家齐凡坏话，我饶不了他。可是妈妈，你早干什么去了呢？就因为一个婴儿的无意发育，你怨了我整个童年；就因为齐豫毫不精湛的演技，你误会了我一生。但凡您愿意多思考一下，都不至于会是这样的下场。天上下起了雨，我不愿再多看他一眼，缩进了姥姥的黑雨伞里。爸妈和妹妹又去了监狱，齐豫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。他现在出奇的瘦，脸颊凹陷，眼眶泛着青黑，他时不时弯腰咳嗽着，声音好似一个老旧的破风箱。警察已经收集完了证据，他真实的意图已经浮出了水面。是的，他杀害我不只是因为恨意。在爸妈的纵容下，齐豫的物欲一直都挺强的，我们3个人方能勉强供起他。他在学校里面喜欢装阔，喜欢攀比，什么都想要好的。他成绩不行，又不想去打工，见到富二代1个2个都打算出国留学，他也动起了念头。但我们家只是普通工薪阶层，根本经不住这种消耗，他便将主意打到了我身上。因为不久前他问起我这里待遇的时候，我说还挺好的，老板还给我买了意外险。于是他便将念头打在了我的保险上。明明沐浴在爱中长大，却长成这种有毒的花。妹妹和爸爸的眼神都带着惋惜，妈妈却是充满了恨意。坏种这个词现下却是完完全全跑到了齐豫身上。在警察的监视下，他们互相指责，互相埋怨。之前我在的时候，所有的矛盾点都聚集在我身上，我死后，他们之间的隔阂才彻底爆发出来。齐豫讨厌的可不只是我，就连对他依赖万分的妹妹都是他的针对对象。他非常善妒，只希望所有的爱都集于他一身。妹妹被他带着恨意的眼神吓得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。妈妈扶起他，看向齐豫的眼神犹如寒刀。你就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
祁煜脸上闪过一丝受伤，随即又面露嘲讽：“我再怎么样也是你们纵容的，真以为自己没错吗？你们俩才是真的不配当父母，尤其是你，当初怎么不站出来？现在倒是后悔了。晚了，齐凡已经死了，他死了。”说到后面，祁煜面露癫狂，他大声地嘲笑着眼前的两人。妈妈一句话没说，走上前狠狠地啐了他一口：“畜生！”他领着妹妹和爸爸走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祁煜松开了紧捏栏杆的手，缓缓滑落在地，两行清泪从他眼中缓缓渗出。祁煜死了，咬舌自尽。在判决出来之前，妈妈听说后疯了，她天天抱着那一罐千纸鹤，手舞足蹈，每天穿着破烂的衣服到处跑。有一次在路上闯红灯，被路过的卡车撞死了。爸爸从那以后开始沉默寡言，工作也辞了，天天酗酒。妹妹患上了抑郁症。妈妈死后，我得到了自由，但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在逐渐衰弱。我去了姥姥家，姥姥愈发孤独了，她每天坐在门前看门口的花，偶尔也会去海边逛逛。我每天跟在姥姥身边，在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靠在她旁边。她的头发白得很厉害，她的腿也越来越陡了，我好难过。说好的给她养老，我都做不到。经过努力，我将灵魂塞进了一只小白猫的体内。我每天去姥姥家蹭吃蹭喝，她很欢迎我，给我收拾了个窝，我就这样陪着她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感觉愈发昏沉了。有一天，我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，眼前一片白光，一幕幕过往在我眼前回放，最终定格在5岁那年姥姥来接我的手上。我变得好小，我伸出了手，抓住了她，我们俩一摇一晃地往前走着，不知归途。全文完。